哦，你想听故事是吧？在18年前呢，一个下雨的晚上，有一个有香港脚的计程车司机呢，在尖东。我要今天的故事啊！今天的故事就今天的故事，而且今天的故事可以让你为之一笑，因为他俩的组合是化骨龙与千年虫。话说在某年某月某天的某个早上，红星老大蒋天天被人送去了地府，旗下小弟全部停休3天来为他送行。如此大的场面自然是惊动了差馆，而千年虫恰好是本次行动的队长，但是他蹲守半天也没有看到所谓的热闹。不过眼戴红色墨镜的小伙却格外显眼，毕竟这小伙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好人。果然没错，他是某个小弟的小弟的小弟，所以就连一个停车的都不正眼看他，而且他还要去帮一个停车的去停车，哪知他的驾驶技术有点令人堪忧。只听见嘎的一声，然后车尾就跟后车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。他不想的，谁让后车停得那么靠前？然而这小伙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被撞后车竟然是千年虫的专属座驾，所以对讲机中很快便传出一阵阻截的指令。可是小伙仍旧觉得那只是一件小事，哪怕是队员将他赶下了汽车，这个小伙的嘴里依旧是胡言乱语。你把我的车撞坏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喂，你仗着人多是不是？你仗着人多啊？啊！只见他拿起一个哨子就开始了狂吹，这般场景在江湖上面叫做吹哨，看着牛逼，但实则是个笑话。毕竟他的地位实在是低得有些令人尴尬。你吹哨子是吧？那不是，我看着气氛那么紧张，所以就把乐器拿出来吹吹。好家伙，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再说千年虫哪能听信这个小伙的鬼话？于是他二话不说便要将其归案。哇，你想敲我？想敲我赔你车牌？赔根毛都可以啊！多少钱一个啊？来，喂，现在我给你机会，你还给我捣乱是吧？小伙压根不懂什么叫做见好就收，所以他被带回局里也就成了板上钉钉。其实千年虫很想知道小伙的名字，但是小伙的大名实在是令人尴尬。是什么龙啊？石壁龙啊！是屁龙啊！没错，石壁龙是小伙的名字，不过他的外号叫做化骨龙。面对众人的掩口大笑，化骨龙除了尴尬也毫无办法。原本他的案子可以很快结束，但是千年虫却莫名弄坏了电脑，所以他就把他交给了其他同事。这下化骨龙的眼里可是充满了绝望，因为那个同事把他审了整整1晚，直到天亮，他依旧是不停的问话，这也导致化骨龙变得憔悴不堪。之后随着千年虫的准时接班，化骨龙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。厉警官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会改过自新的。或许千年虫也是看他可怜，于是就让化骨龙赔他一块车牌了事。岂料这家伙是死性不改，他居然呼叫龙妈来陪他演戏，而龙妈的演技也是炉火纯青，拿来一块道具车牌便瞒过了大家，并且他还采用了一招指桑骂槐。事情过后，千年虫感到非常的无语，但是刚回家的化骨龙又遭遇了债主催债。不过龙妈似乎是习以为常，为了尽快赶走上门要债的肥雪，他与化骨龙立马上演了一出惊悚大戏。首先由化骨龙指责龙妈的种种不是，然后他操起桌上的砍刀便要当场取义，而此刻的肥雪已经被他给吓得不轻，奈何剧本精彩，龙妈也开始了表演。只见他拿起桌上的另外一把砍刀，对准脖子就是哗的一下，不得了，这是要闹出人命的节奏。龙妈见肥雪人就没有离开的意思，于是就跟化骨龙开始了相互对砍，伴随他俩手中的道具喷洒。这时的肥雪早已3魂不见了7魄，所以他擦掉指纹便赶紧逃离了现场。然而龙妈却意外买中了彩票，不过贪心的化骨龙也提出了要帮其兑奖，毕竟他要真做一个弘扬美德的大孝子。原本兑奖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，但是他刚一出门便遭遇了仇家。没错，这又是化骨龙的一帮债主，所以他被债主给当街教训了一顿。不仅如此，化骨龙还遇见了肥雪，而对于刚才他和龙妈的精彩演技，这肥雪简直是被他俩气得鼻孔冒烟。二话不说，逮住化骨龙便又是一顿暴揍，直到化骨龙承诺明天一定归还，肥雪才骂骂咧咧地收起了胖手。明天啊，你说的明天啊！话说这对奖之路就好比是唐僧取经，不经过998一难就很难修成正果。化骨龙以为可以到手一大笔的奖金，哪知龙妈还倒欠对方好几万的债款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他没跟我提起过啊。总之扣了他的马钱，还欠我们2万多呢，是不是还钱啊？既然化骨龙已经来都来了，所以他不想空着自己的裤兜出去。但是债主后面还有更大的债主，他叫申哥，是当地有名的黑道。听闻化骨龙想要拿走本期的奖金，于是就让手下跟他玩一个猜谜的游戏，只要化骨龙猜对了歌名，那他就可以拿走1/10的奖金。不过这化骨龙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要是他没有猜对老外所唱的歌曲，申哥手下就会给他一点点的教训。走起哦，我不要物之恋错了，是心太软。对此，化骨龙被暴揍了足足8次。像这样美妙而又动听的歌声，就算换做歌神来猜，估计也不能猜对。很明显，这申哥摆明就是耍他。不要你的温柔。但是化骨龙的运气也不是盖的，就在他被揍得惨不忍睹的一刻，门外突然来了一个不知名的杀手，而且此人的行事风格非常毒辣，因为他的手里有枪，有枪便是老大。申哥的一个小弟想要对其下手，岂料杀手看也不看就是砰的一声，大事不好，这是要被团灭的节奏。而
化骨龙眼看不对，便爬进了桌底。在杀手干掉申哥所有的小弟之后，化骨龙又将申哥给推去了枪口。原来这个名叫丧彪的杀手是申哥的仇家，之前申哥吞了丧彪易获的财物，所以丧彪出现就是为了拿回一切。对此，就连申哥的女友也遭到了迫害，但是化骨龙却意外发现了巨款，于是乎他立马冒出一个绝妙的想法。等丧彪解决完申哥离开以后，他也被千年虫给再次带回了局里，紧接着还上演了开头的一幕。我想听听故事是什么？哦，你想听故事是吧？在18年前呢，一个下雨的晚上，有一个有香港脚的计程车司机呢，在尖东。化骨龙把看到的一切悉数告知，可他唯独没有讲出那笔巨款的秘密。之后千年虫又让他帮忙做了一下拼图，但是拼来拼去都显得很不正常。我是见到一只眼吗？什么眼呢？屁眼。不过他总算是讲明了真相，原来在丧彪的臀部有一只蜻蜓，而且还是很大很大的那种。接着千年虫为了让其帮忙破案，所以他带着化骨龙又来到了澡堂。可是这蜻蜓没有见到，各种蝴蝶倒是见识了不少。在经过几天长针眼似的仔细观察，他俩的结果竟然是一无所获。碍于化骨龙是本案唯一的目击证人，千年虫不得已才将他带回了家里。不得了，妻子和女儿却又突然出现，这让多年未团聚的千年虫高兴不已，但是也让化骨龙对他女儿产生了想法，而且还是一副傻乎乎的样子。千年虫与妻子的感情不和，现在家里又多出一个外人，所以妻子更是吵着要去离婚。迫于无奈，他只好把化骨龙靠在了厨房。但是女儿因为时差没有习惯，于是便来到厨房与其闲聊了很久。此刻化骨龙终于知道了她叫阿美，然后他凭借自己独一无二的海锤，硬是将阿美哄得帮他打开了手铐。不仅如此，接着还让阿美喝的是面带桃花。都说美女喝醉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，所以化骨龙的心里也是百花齐放，忍无可忍，他要做出邪恶的举动。奈何心中的良知突然战胜了邪恶，于是阿美在不经意间给他送了一个香吻。但其实化骨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因为他想留回申哥的窝点继续走那些巨款。这个活用用，借点钱用用啊。切！但是化骨龙的运气真的够好，毕竟在他拿到巨款的时候偶遇了丧彪，而丧彪因为心虚且又不敢动手，所以那些财物便藏在了千年虫的家中。事情办妥，化骨龙赶紧跑回了厨房。等千年虫起床去查看他的一刻，只见阿美趴在他的腿上呼呼大睡。当然，这是化骨龙故意制造的假象。新的一天自然有个新的开始。千年虫再次带着化骨龙在街上游荡，眼看肥雪几人在路边时逍遥自在，看不下去的化骨龙便想要威风一下。至于肥雪几人为什么会打不还手，因为他们要给千年虫一个面子。回到局里，化骨龙又冒充卧底的身份，硬是把某位警花给哄得不亦乐乎。如果不是千年虫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估计这化骨龙还会当场表白。他刚才跟你吹的，你信不信啊？啊？不信，不信。泡个好点的行不行？对此，化骨龙感到深深的无语。既然这千年虫也嫌弃他的品味，那他就把目标对准了家中的阿美。可惜就差一点就能看到爱情火花，千年虫突然出现便打破了美好。不仅如此，事情还出现了王炸，因为化骨龙被当成海报给印上了头条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千年虫的计划，他想利用化骨龙来引出万恶的丧彪。如此这般，化骨龙瞬间就被当成了炮灰。既然是这样，你快点走吧，你跟着我，凶手就不会来了。我走了，你可别后悔啊，老兄。果然没错，丧彪就在不远的暗处，但是他没动手，一边的肥雪就使砰的一拳，接着化骨龙还被他们给揍得惨不忍睹。千年虫实在不忍看到如此的画面，所以他赶紧回头才赶跑了肥雪。如此遭遇，化骨龙想死的心都有。对此，阿美可是笑得合不拢嘴，哪知这化骨龙的脸皮比城墙还厚，他不仅没有怕羞，还一脸的毫不所谓。直到龙妈像个猪头似的突然出现，化骨龙这才察觉出了大事不妙。不过这母子相见自然会惺惺相惜，所以龙妈也很在意化骨龙的伤势。哎呀，真可怜呐！哎呀，本来龙妈是不会被人打的，但是化骨龙上次在街边暴揍了肥雪，所以肥雪才秉着子不教母吃过的原则，逮住龙妈便是一顿前所未有的修理。对此，千年虫只好给这对母子当起了保镖。可是他俩却在酒吧里面玩起了猜拳，这让一边的千年虫看的是丈二摸不着头脑。或许是受到他俩活跃气氛的影响，千年虫也拉着化骨龙去高唱了一曲。中版歌唱呢，前路沒法看得清。之後滿身酒氣的千年蟲被扶回了家裡，眼看如此，妻子一怒便與他口舌了幾句。不過這晚注定是個不平凡的晚上。阿美先是利用化骨龍的軟肋將其上銬，接着又去廚房給他做了一頓豐盛的宵夜。不得不說，這化骨龍的豔福真是不淺。可是伴隨燈光的突然熄滅，化骨龍一個轉身就看見了喪彪，不得了，他要他交出屬於他的東西。但化骨龍是鐵了心的要一人獨吞，所以阿美就成了喪彪手中的人質。好在化骨龍一向遵守英雄救美的原則，於是喪彪將他暴揍一頓之後便離開了現場。事情過後，
千年虫给其进行了疗伤，毕竟是他搏命才保住了阿美。然而化骨龙的举动也同样害苦了龙妈，如果不是龙妈懂得假装一个瞎子，恐怕这丧彪早已抠下了手中的扳机。但是再好的演员也会有失手的瞬间，因此化骨龙无论如何也要救下龙妈。到了眼下这个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他只好跟千年虫坦白了所有的一切。隔天一早，化骨龙便独自前往了贼窝，在经过几次玩花样的手段之后，丧彪终于被他的行为而彻底激怒。俗话说得好，人一发怒就会降低智商，所以丧彪被化骨龙的砖块给无情戏弄。不过这丧彪也不是一个吃素的家伙，毕竟能当杀手就有超越常人的本事，比如他的一招大鹏展翅，踩下木板，然后自己把自己给当场撂倒。化骨龙以为自己是占到了便宜，那这丧彪的战斗力已经超乎了想象。故事结尾，化骨龙先被丧彪给暴揍了一顿，然后忍无可忍的化骨龙便举起了手枪，接着丧彪又不小心撞上了枪口的子弹，所以这个结局注定是要皆大欢喜。龙妈被救，并且他还挽回了千年虫夫妻的感情，而化骨龙则与阿美顺理成章的走在了一起，从此他们一家五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这是1999年由张敏执导的犯罪喜剧，那时候的张家辉已经35岁，但是他的脸上依旧保留着美好的青春。与之搭戏的陈思颖虽然没有惊艳的容貌，可她却是实打实的素颜出镜。坚哥与蓝姑的演技自然不用多说，毕竟他俩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。